大家好，我后面的这栋楼是 Battery Triborough Bridge and Tunnel Authority， 这个是属于大都会运输系统的一个管理单位，主要是管理曼哈顿到其他3个区皇后区、布鲁克林区还有布朗市区连接的桥梁和隧道。我们在刚才的电影片段里面也看到一样的名称，在电影里面出现很多次。地理位置在曼哈顿的下层，隔着马路对面就是炮台公园。这里平常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也不对外开放。当然，电影里面只有使用建筑外观，里面的场景是在摄影棚拍摄。如果你是星际战警的影迷，不妨到炮台公园之前来这里拍个照，打个卡。我现在所在地是曼哈顿下层的炮台公园 Battery Park， 在我身后的红砖建筑是克林顿堡垒。我研究了从我身后的堡垒和大楼天际线，这个位置应该与电影取景地方非常接近。而克林顿堡垒是在1808年开始建造，一直到1811年完工，历时3年。这个堡垒是最早欧洲移民来纽约第一个报道的地方。后来因为欧洲瘟疫流行，把报道的地方改到哈德森河外的爱丽丝岛。克林顿堡垒也是去自由女神邮轮买票及上船的地方。这里提醒想要去自由女神的伙伴们，纽约只有一家船公司可以到岛上，线上买票一般不容易买到，网络预先订票比较保险哦。这个公园是在下层地区少数几个有大片绿地与树林的公园，也是附近居民休闲聚集的主要地区。这个公园紧邻哈德森河出口，可以隔着河看到自由女神像，对面的新泽西州爱丽丝岛是非常合适来散步的河边步道。这个公园是在19世纪初期填海建立而成，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这里当时设立了很多防卫大炮而得名，是来纽约的旅客必定造访的景点之一。现在就随着我到公园走走逛逛。
大家好，今天给你们介绍这部电影的最后一个景点，也就是电影里面最后摧毁外星人的地方 Flushing Meadows Corona Park， 我们一般会说可乐纳公园。纽约市曾经举行过2次万国博览会，就是都在这个公园举行，一次是1939到1940，另外一次是1963到1964。1939年博览会唯一留下的是凉亭，就是双塔旁边黄色顶圈的凉亭，目前是博物馆的一部分。这个地球仪还有圆形顶部的塔是公园的地标。如果有人问我皇后区的地标是什么，我也会认为这2个物件是皇后区的地标。这2个是在1963年博览会时建造。这个地方在过去几年的夏季会有亚洲夜市活动，也就是会有很多的摊贩聚集摆摊，大多是华人的摊位，因为这个公园距离华人聚集的法拉盛非常近。这个公园很大，非常适合来散步、骑脚踏车，也种植了很多花卉。电影里面看到谢雅球场，这个是大都会棒球队之前的球场，原本在这个公园旁边不远，但是后来这个球场拆掉了，在附近重新改建了另外一个花旗球场，取代谢雅球场。还有另外一个国际级的运动场地，就是中央网球场。这个球场就是4大网球公开赛、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场地。每年在8月底、9月初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期间，这里可是车水马龙。比赛期间来这里，也许会看到男女网球巨星。好了，以上就是我介绍《星际战警》电影里面的景点，希望你们会喜欢哦。months, a new dream city will span the lakes and streams of Flushing Meadow when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opens. Already the Unisphere, the thematic center of the fair, is taking shape. To bring the millions of visitors to and from the fair in 1964 and 65 will be new highways, subway stations, even a heliport and a marina. The steelwork shows how substantial is the stuff the Dream City is made of. Yet when the lights go out for the last time, all but a few of the fantastic pavilions will come down. And New York will have a new park here at its exact geographical and population center. The World's Fair will be the first billion-dollar exposition in history. The exhibit of states, foreign countries, and private industry alone are costing some $500 million.
Some of the new African nations will b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such a fair.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various religions will have individual exhibits. As the Unisphere is the visual symbol of the fair, the them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xhibit might be applied to the entire venture. It is a challenge to greatness.